大家好，我是埃及南希。黑人延后上线了，埃及炸了！我今天必须向大家解读一下这个伪纪录片。My grandmother was the inspiration for me. Shelley, I don't care what they tell you in school. Cleopatra was black. 你奶奶比老师还懂啊？怎么不去做老师呀？你奶奶的话比力学学家还准吗？开局就是王炸呀！这句话是最让埃及人生气的，直接把埃及人打懵逼了。看到北极了吗？迷失欧西里斯放床头，可算看到古埃及民宿了，还是错了。双时标带上了，这里给大家解释一下，古埃及王室女性带双时标的意义是神化自己了。但是在托勒密时期，王室女性佩戴的是三时标，就是再加一个秃鹫标。你这假面里出现阿努比斯也是离谱呀，而且然后身边全是黑人。哈瓦斯教授说过了，一些人想让大家觉得埃及文明就是黑人建立的，金字塔也是黑人建立的，就是所谓的非洲中心论。我们完全反对这种观点，包括唯史论。埃及网络上大部分人都觉得这个片子就是非洲中心论，因为他的制片人就是一个支持非洲中心论的人，贾达·史密斯，威尔·史密斯的老婆。今年派拉蒙还要发布一部以色列人盖尔加多扮演的埃及艳后呢。了解埃及近代史的都知道，估计埃及人又要绷不住了。但是我从古埃及的角度来看的话，并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是电影不是纪录片，要求不高，不要太离谱就行。这里的民众完全看不到古埃及的影子呀，穿的衣服太阿拉伯了。populations in Egypt as a whole. Of course, we have native Egyptians, we have the Greek peoples. 他自己说这里有埃及人、希腊人和犹太人，但是你安排这么多黑人是几个意思呀？是黑人演员不要钱吗？还是用白人演员是犯法了？现在埃及也有黑人，但是极少数的。你一个纪录片不停地把埃及文化往黑人那里靠，到底是什么意思呀？古埃及留下来了那么多文献，提到黑死人种的情况是非常非常少。图坦卡蒙的黄金人字拖上面有黑人，描绘的是战俘。在古埃及大部分的历史上，黑人一直是埃及人的敌人，而且黑人的雕像壁画和埃及人是有非常明显的区别，不仅是肤色。他这里说，在底比斯参加战胜门徒的化身布奇斯公牛的挑选仪式。玩过刺客信条的都知道，在底比斯牛是普大神的化身，不是门徒神的。门徒神和布奇斯公牛的存在感其实非常低。我在一位来自中国的埃及考古学博士的日记里看到过一次描述他去埃及发掘布奇斯墓葬的经历。布奇斯牛的信仰中心主要在底比斯南方阿尔马特。现在我就觉得所有的电影游戏啊，在古埃及考据上都没有刺客信条做得好呀，那个才是真正的古埃及，真正的托勒密。其实奈飞也有一部关于古埃及的电影，做得非常好，值得夸奖，后面会给大家讲讲。哇，这发型也太时尚了吧！旁边这个乐手这样搞不会被杀头吗？这可是在祭祀啊！古埃及人认为神不会说话，祭司和乐手通过旋律传达神的旨意。同时，不同的乐器、不同的音调和星座、生命都是有关系的，不存在 freestyle。这里一大段话都在灌输女王就是黑人。这些人认为炎后的服饰在历史上没有记载，所以他们可以质疑。这个理由也太他妈搞笑了，用屁股想象都能明白，为什么史料没有记载炎后的服饰呢？打个比方，史料有记载凯撒的服饰吗？没有，那就能说他是黑人吗？不能。为什么没有记载服饰？因为他和身边的人是一样的，没必要记载呀。我们倒推一下呀，如果炎后是黑人，你觉得史料不会记载吗？史料也没有记载炎后的性别是女，那是不是也能找个男的演呢？这个纪录片用大量的时间来解释炎后的服饰，来说服大家炎后就是黑人。但是作为一部历史人物的纪录片，
不应该着重的讲他的功绩和成就吗？你这一整集都在告诉大家他是黑的，他是黑的，你啥意思呀？ Imagine her to have curly hair like me and a similar skin color. 很好，想象都能拿出来做纪录片了，真严谨啊！有懂肢体语言的吗？他说到这里翻嘴巴，是不是说明他在说话呀？ Source for the story is a Greek historian. 那普鲁塔克又是哪里来的灵感呢？古埃及第一个娶自己的女儿的法老是阿卡里亚。根据传说，他的敌人偷走了他的女儿阿卡娜，多年后用一个地毯包着献给了他。怀孕后，阿卡里亚才知道是自己的女儿。普鲁塔克非常有可能是根据这个传说。 It has to be something seductive, and seductive in a kind of evil. 这奶奶说的好像当时她在旁边一样呀，反正她已经得罪了所有的埃及人。作为一个学者、教授，说出来的话没有一点依据，还不管学校怎么说。你作为一个教授，难道你不给学生上课吗？既然你觉得奶奶说的比老师算，那你还上哪个门子的课呢？刀子的莲花应该是不小心贴反了，我希望不是故意的。而且墙上这个拉米西斯一世的亡命圈放这是什么意思啊？用这么多用这么多专家学者来给大家灌输，结果一点都不懂古埃及，文化考据几乎是零。这些士兵穿这么厚又是怎么了呀？地中海下雪了吗？这场景、服装、人种，你告诉我这是古埃及吗？这部剧在服装、道具、场景上做的真的太差了。还有啊，历史上的女王是非常爱美、非常奢侈的，每天花费很多时间护肤打扮，也有自己的香水工厂。但是这纪录片如果不告诉你，你能看出来这是法老吗？他是 Cleopatra 吗？和身边的仆人看不出来区别。看这个椅子上的雕刻，代表上下埃及奈库比特和瓦杰特，有问题吗？完全没问题，因为是完全按照是图坦卡蒙的胸针做的。还有女王这个头冠，莫名其妙呀！古埃及法老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头冠，用来树立自己的权威，或者代表和神的关系。什么场合戴什么样的头冠都有严格的标准的，不同的王朝都有自己的标准。Julius Caesar is probably not Cleopatra's first sexual partner. Egypt's women had almost equal rights to men under the law. Women could choose who they married, they chose who they divorced, they could start businesses, they kept their own property. 这里说的确实很对，古埃及男性和女性的地位绝对是一致的。仔细看一下这里的象形文字，有的是面向左，有的是面向右，这肯定是不对的，是完全脱离常识。象形文字的朝向是代表阅读的方向，这种错误太低级了吧。 Cleopatra dresses herself like the goddess Venus. 简直太像了，这些人都没长眼睛吗？黑的看成白的。这个画面是安东尼娶了吴大维，但是他现在心里只有他的咽喉，挺专业的。And it cemented Cleopatra's image as Isis. 这装扮我无论如何也联想不到伊西斯呀。这样看来，这个版本的埃及艳后和1963年的差距简直太大了。那个版本的装扮比这个好太多了，至少把埃及艳后和她的信仰伊西斯结合得很紧密的。现在反而还越来越倒退，我怀疑这个导演根本不知道埃及的伊西斯。其实，在埃及，大家对的不是导演，主要是制片人。这几个东西，看过泰勒版的埃及艳后的人应该知道，是咽喉放假发用的。但是你告诉我，这个咽喉，这个爆炸头怎么戴假发呀？
而且这个片子里面也没有戴假发呀。本来想抄点东西，结果翻车了。看完了，作为一部古埃及为背景的纪录片，竟然没有几个镜头和古埃及有关，仅有几个还是错的，服装场景全是错的。意思是花最少的钱做最大的改变吗？现在埃及大家都在骂，埃及的考古学之父在哈维斯给我发了一个链接，里面有他的态度。这是美国黑人试图证明他们代表了很多文明的起源。他还说没有证据表明埃及文明的起源和黑人有关。一些学者和普通人都忍不了了，已经开启了模式，各种图片非常热闹。我今天已经很克制了。这部纪录片有优点吗？也是有的。他从一个新的角度描述了咽喉，勇敢、博学、机智、热爱人民，而且对历史事件的描绘也很精准客观。但是他的错误太多了，完全掩盖了这些优点。今天就解说到这里了，下次讲一些比较轻松的话题，夜光骑士啊，下次再见，拜拜。